虾米，白银价格竟然创下12年以来的新高，难道这又是个10年一遇的投资机会？你知道吗？白银经常被称作穷人的黄金，结果现在居然让穷人们翻身了吗？而且，众所皆知的《穷爸爸与富爸爸》这系列致富书籍的作者罗伯特清崎还说，白银价格上$50前都可以无脑买进，当真这么看好？等等，无脑买进这个用词是非常看好未来的讲法，但是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，不管你听到什么消息，听到什么八卦，都要先追溯这些话是谁讲的，然后再思考一下，这人讲的话可信度高吗？所以，罗伯特清崎他说的话能信吗？你有看过《富爸爸穷爸爸》这本书吗？自从20多年前这本书一问世，这本书就一直被奉为财商知识的圣经。每当我去逛诚品、金石堂，这本书就一直在理财相关书籍上霸榜，就算不是霸榜，也绝对在极其显眼的位置。因为这本书颠覆许多人的三观，尤其是对金钱的认知。不信的话，你大可以问问周遭创业、投资或是做到 Top Sales 的朋友，有没有听过或看过这本书。而就是这样一本旷世巨作的作者，居然说白银价格站上$50前都可以无脑买进，那白银未来真的会这么神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、不短冲，只赚大波段的频道。其实早在今年9月20日，我们就已经提到黄金飞到天边，白银严重落后，且筹码强多。如果你对白银、黄金的底层逻辑有兴趣，可以和我的学员们一起学习，订阅文章，在下方资讯栏里找到维股利的连结，了解更多。你能不能在投资市场中成为赢家？重要的是，你是不是真的了解白银涨跌背后的投资逻辑？你是不是了解为何罗伯特清崎会这样大力推荐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说到白银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它比黄金便宜，是黄金的小弟，所以才又被称为穷人的黄金。白银跟黄金都一样是贵金属，有储存价值的功能，所以黄金和白银经常被视为对抗通货膨胀的保值品。但你知道吗？比起黄金，白银有双重功用。白银不但是保值资产，还有工业用途。大约60%的白银需求是来自工业的，譬如你常听到的电子产品、太阳能面板、医疗设备等都是白银的应用。看到这里，你有感觉了吗？看我们影片千万要一边思考，你才能打开投资思维。你觉得有这些应用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在降息环境下，当制造业和高科技需求增加，白银需求也会同步飙升，所以才会说白银有双重功用。白银既能避险，又能追涨。当经济不稳的时候，投资者可能会青睐黄金、白银，而当经济回暖，工业需求上升，白银价格也会随之拉高。所以各位，这就是白银的魅力所在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有个疑问，既然白银看起来这样棒，这么优秀，那为什么大家普遍都讲黄金，不讲白银呢？其实在好几世纪前，世界各国是使用银币作为标准货币的，也就是所谓的银本位制。但因为银矿的开采量和蕴藏量远比黄金多出好几倍，所以白银的价格波动比黄金大很多。你看一下这2张图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波动比黄金大是什么意思了。所以你想一下，如果今天你用的新台币波动很大，一张100块一下子买得起6、7颗 Seven 茶叶蛋，一下子只买得起1颗，这样你会安心吗？人性本来就习惯追求安稳，也因此银本位制才会被淘汰。而黄金相对于白银更稀缺，又更加保值，理所当然的，后来黄金的地位一下就提升起来。白银价格曾长期处于低价，价值无法有明显的提升。但是近几年，随着工业需求的上升，像是越来越被重视的绿能产业，银的需求大幅提高。太阳能电池板、电动车、电子装置啦，这些领域都离不开白银。商品的价格的高低，底层的逻辑就是供给跟需求而已。所以当需求增长，就意味着价格有机会上攻。有人会说，那我是不是该在白银冲到更高前，直接满仓进场？当然，这听起来很有吸引力，整个人的赌性都起来了是吧？常看我们频道的粉丝就知道，我当然不会这样跟你说。你应该和我们深入探讨白银背后的市场逻辑，这样你才能在市场中长大。了了吧？首先我要告诉你，白银在工业上的需求绝对不容忽视。电动车、太阳能，你没听错，这些最夯的科技与产业全都需要白银。而且别忘了，2050年的净零碳排放是世界各大国的共同协议。绿色能源的兴起是全球趋势，从欧洲到亚洲，
各国都在推行环保政策，想想未来10年这些行业对白银的需求量有多旺，而需求是推升价格的核心动力之一，对吧？而当需求爆棚，价格自然水涨船高。可是我要提醒你，你还需要关注绿能部分各国往核能走，还有往太阳能走的比例。以上说的产业方向，当然要有数字根据，投资可要有凭有据，你说对吧？从印度贸易部公布的数据来看，2024年上半年，印度的白银进口量居然已经从去年的560公吨激增至4554公吨，这可是8倍啊！帮大家科普一下，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白银消费国，也就是说，印度进口白银的量会是白银价格的重要关键。你们看看这张图，因为白银的导电性和导热性是顶尖的，所以对太阳能的各种工业应用，例如太阳能电池板至关重要。而又因为全球都在往绿能产业转型，绿能产业当中，太阳能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，所以当太阳能开始被广泛运用，白银的需求就会大增了。白银的全球平均价格已经是近10年最高，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你了了吧？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，不知道光伏用是什么没关系，你要了解的是，近10年来，全球光电产业对白银的需求整体是不断成长的。以2022年为例，全球光电产业的白银需求量已经达到1.403亿盎司，这个数字占了全球白银整体需求的13%。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，到2050年，13%的需求占比预计会提升至96.3%。其实，除了光电产业的因素外，印度的白银进口量会增加如此之多，还有个原因，就是印度已经将白银的进口关税从15%下调至6%。根据 Mobley Group Gujarat 的执行长 Chirk Thakur 表示，因为许多人预期白银会比黄金有更好的投报率，所以今年上半年白银的投资需求非常热。所以呢，印度当地白银的期货价格就这样在2024年5月创下每公斤96493卢比，相当于1151美元的历史新高啊，涨幅已经接近14%，甚至还超过黄金13%的涨幅。大家都知道黄金现在的价格高不可攀，黄金飙涨可不只是因为黄金本身的刚需，光靠黄金本身的需求，并不足以让金价飙成这样，是因为黄金现在更是大国间暗地里斗争的工具，就像中国抛售了大量美债，并且持续大量买进黄金，而黄金已经贵到一个拷贝拷母的程度了，于是有些大国的央行就改去购买白银，就像当初大量购买黄金是一个概念。而且降息后的现在，美元涨也涨不了多少，钱不值钱的时候，白银作为硬通货的优势也会开始浮现。投资者跑到避险资产上捞金，钱往哪里去，哪里的价格就会涨。所以影片开头提到的《富爸爸穷爸爸》的作者罗伯特清崎，他看好白银是有原因的。他说，当经济压力增强，投资者会开始选择硬资产避险，而白银作为便宜的贵金属，未来可能还有更大的发挥空间。根据罗伯特清崎的说法，白银不只是投资增加财富的机会，更是一种低成本的财富储蓄方式。前面已经提到不少影响白银价格的重要因素，但白银价格不断波动，到底还有哪些因素在背后拉扯？以下我们为大家更系统性的整理几个影响白银价格的几大因素。我们前面有提到，白银的需求主要来自工业用途，随着科技领域持续发展，尤其在电动车、太阳能等产业对银的需求逐年增加。根据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供需法则，当工业需求旺盛而供应不足时，价格自然而然被推高。相反，若供应过剩，价格就可能滑落。第二，每当全球经济面临衰退或不确定性增加时，白银和黄金常成为避险资产的首选。这时，资金会涌入贵金属市场，带动价格上扬。相反的，在经济成长或平稳的时期，投资者反而更偏好股票等高风险资产，导致白银需求相对下降，价格可能因此下跌。换句话说，经济表现直接影响白银的市场需求，掌握这一点能帮助你判断白银的短期走势。第三个因素是通货膨胀，当通膨加剧，货币购买力下降，白银作为抗通膨的手段之一，它的价值也会凸显出来。因此，你也应该密切关注全球通膨趋势和央行、联准会的货币政策，这也是预测白银价格的重要指标。第四个因素是利率政策，低利率环境会提升白银投资吸引力，因为当利率降低，持有现金的回报就会降低，这时候许多投资人也会倾向把资金转入贵金属。
所以经常在联准会等全球主要央行降息的时候，白银和黄金会成为资金的流入点，所以利率变动也会直接影响白银价格走向。第5个因素是美元汇率，由于白银用美元计价，美元的强弱对白银价格有显著影响。通常情况下，当美元升值，白银价格下跌，而美元贬值，白银价格上升。美元的波动不仅影响美国的资金流向，也会波及全球投资者的配置策略。掌握美元汇率的走向，也是预测白银价格的关键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投资白银呢？白银的投资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。首先是实物白银，譬如银币、银条或银饰品。所以这个方式和大家比较熟悉的黄金差不多。实物白银是最直接的投资方式，但缺点就是存放问题，买卖成本较大，而且流动性比较差。银币、银条或银饰品可以在经过认证的银器商、货柜金属交易平台购买。这种方式比较适合想长期持有，并将白银当作保值资产的投资人。第二是白银 ETF 或白银基金。白银 ETF 可以让投资人不必持有实物白银就能参与白银市场的投资。ETF 的交易与股票类似，不过费用比较低且流动性强。举例来说，像 iShares Silver Trust 代号 SLV 就是属于白银 ETF。第三是白银的期货合约。白银期货合约是一种开杠杆的投资方式，也是主流的期货投资。既然说是开杠杆，就会放大涨跌。白银期货可以让投资人用较低的成本参与白银市场，但因为风险更高，所以当然在投资白银期货前，你必须要衡量自己是不是已经做好功课，以及你自身的性格是否合适，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如何，你是否能掌握好仓位，管理好仓位。就像棒球电影 Cano 的名言，不要想着赢，要想着不能输。这句话特别适合投资，要赚大钱之前，你要先避免在市场中出现大幅损失，要先活下来啊。第四是矿业股票。如果你想投资白银，又不想直接面对白银价格的剧烈波动，你也可选择投资白银矿业公司的股票，例如 First Majestic Silver Corp 或 Pan American Silver Corp 的。这些公司的业绩会和白银价格息息相关，所以当白银价格上涨的时候，你投资的矿业公司往往也会受益。最后是白银 CFD。白银 CFD 保证金交易和白银期货的交易模式基本上一样，但是 CFD 的杠杆比例更高，所以投资人可以用更少的资金参与交易。但是 CFD 和期货一样都存在一定风险。另外 CFD 的流动性可能没有期货市场稳定，所以要注意在市场波动特别大时，或是交易量特别小时，更容易出现价差和交易成本上升的状况。白银的投资是比较少人制作的主题，如果为了流量，我们大可以制作更热门的题材。但是秉持着要让你们学习到更多可以应用在实战的投资思维，我们还是决定做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对于这块主题有兴趣，记得分享出去。好了，看完这集影片之后，你已经系统性的了解投资白银的基本逻辑。如果这样的方式对你有所启发，我们的频道会持续更新影片，非常建议你持续关注每集影片内容。我们会带你拆解任何与投资相关的重要大事，给你必备的知识，让你能远离被割韭菜的命运。作为我频道的观众，为了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我除了会在频道里分享免费的波段投资观念，当金融市场上有重大投资机会或是重大投资风险出现时，我也会跳出来神爱世人，救苦救难，希望多多少少能帮助到大家。如果你经常上对车抱不住，上错车反而抱很紧，现在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这种状况。你可以先在资讯栏里找到超直觉波段软体免费试用的连结。当你踏入波段投资的第一步时，让超直觉软体给你满满的安全感。软体结合了波段操作的逻辑，一旦开通进阶功能权限后，就可以享有独家指标功能。运用彩色 K 棒的变色，筹码强弱一目了然。只要看成交指标，你也能知道主力偷偷在哪些位置布局，无所遁形。还可以运用神奇阶梯，看到主力重要防守的地区。现在还开放最新功能，可以划线存档，自己做记号了哦。当你达到财富自由，希望身边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提升生活品质。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，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布丁盘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。这是我的理念。如果你认同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